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3.5周年新武器水鹤专武重云之双语的测试影片。这一部影片一样会为各位详细介绍关于重云的各种知识，包含系数、机制、实战测试与评价。那就请各位跟主播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把水系神器的详细测试吧。重云的技能非常简单，可以分为2段式释放。第一段为向前1刀环绕气流，一共有1+3段伤害，附带轻微的缓速能力。而第二段为起始4刀的斩击，命中后会再产生一段冰爆，伤害占比约 25%。那第二段斩击附带冰冻的效果属于强控制，占了约 75% 的伤害。我们来看一下实战，按下技能后会发出一道瞬发的刀光。那第一段与第二段技能之间有10秒钟可以让玩家瞄准，再次点击武器就能够直接发射第二段，也就是4刀冰冻斩击加一次爆炸。那时间到也会自动释放。而光速点击释放的话，满阶从出伤到打完只需要 2.4秒，属于救急瞬发的武器，非常的有价值。在我们看到星级与突破的部分，首先是武器星级，重云一样继承了水鹤的机械特攻，满星对机械类有额外 15% 攻击加成，继百雷拂晓之后，针对机械类 BOSS 又多了一个新选择。而突破的部分，一阶是让2段斩击的次数由4刀提升至5刀，并且当水鹤使用时，第5刀的伤害会提升约 50%， 而2阶同样提升了 20% 几率会产生 1.3 倍的暴击。3阶提升的是重云的冰冻能力，比较偏向功能性的提升，搭配水鹤大招能产生永动机的效果。那4阶则是提升武器的伤害为原本的 1.087 倍，5阶大幅度提升了爆率跟爆伤，有 30% 几率能产生 1.5 倍的暴击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各阶的系数。接下来到了系数的部分，主播的算法是算出总武器攻击力后，慢放看打出来数字相除获的系数。这边我们省去复杂计算，直接上测试结果给各位过目啊。首先重云的7的系数为 11.2， 突破至1阶后非水鹤使用时为 12.6， 那水鹤使用时常规为 13.34， 已经非常接近龙好比5阶的系数，而且更加的稳定。那突破至2阶后开始有暴击，因此主播使用期望系数的算法，期望系数可以当做平均打出来的系数。那水鹤使用时可以达到 14.14， 至于3阶冰冻没有系数的提升，而4阶时提升了基础的伤害，5阶时暴击率跟爆伤的提升，让重云非水鹤持有达到 15.75， 水鹤持有达到 16.675， 打特攻机械类平均系数有 19.177， 那全暴击的极限值是可以到 21.75 的，系数这一块又来到了版本的新高度啊。再我们看一下目前4属性8把最强武器的比较图，我们可以发现以特攻来说，不论是水鹤拿或者是非水鹤拿，打机械类 BOSS 时，重云的系数是目前所有武器的最高，而打其他非对应特攻的 BOSS 时，重云非水鹤拿系数也十分靠近其他属性角色拿专武的系数，再加上瞬发的特性，就算是放在其他角色的副武器也非常的适合。再来是实战测试的部分，主播这边对于8个主题分别进行测试，一共花了4个多小时，打了不同的 BOSS， 就让我们看一下体验结果吧。首先我们看到大招与武器的配合度，因为水鹤4是会飞空无敌，那如果使用2段前进入了终结技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主动去释放技能。不过实测起来飞空时，我们可以看到视角下面的武器还是可以正常放出。有人可能好奇这个是神上，那飞天可不可以命中呢？主播这边特别挑了会飞天的 SS 雷龙，将1段武器提前放出后开到4式，我们看一下。这边我们看到锁上去后，武器自动移高到 BOSS 位置，直接命中，所以重云与水鹤大招相容性是非常高的。再来看到消除弹幕与保灭能力，重云的第一段技能在释放时会在 BOSS 身上产生缓速特效，期间为弱控制 ，BOSS 仍可以发动攻击，因此护身能力稍弱。而第二段则是直接冰冻，那斩截过程中可以消除场上的弹幕，也因为是绝对定身 ，BOSS 不会有额外的攻击，保命能力更好，但也没有额外的能量。接下来我们更深入
微了解从云的机制。第一段技能没什么好说的，就只能打正前方，范围算是比较狭窄的攻击。不过我们这边故意拉高来打第二段，可以发现在一定范围内，第二段攻击可以稍微追踪敌人的位置。经过测试后，主播发现第二段攻击在命中敌人前，位置是随忍者所移动的，也就是释放当下位置就是起始位置，然后会有一些修正弹道的能力。而且如果你前面没有命中 BOSS 的话，第二段攻击会持续跟着忍者，直到打中后才会锁定在 BOSS 身上。也就是说，跳高开再往下拉，攻击也会人性化的跟下来打，而开完再跳高则不会跟上去打空，机制非常的不错。另外，很多武器都会遇到被断招的问题，一旦释放时被残星或王剑强行禁锢，技能就会被强制断掉。但是从云不会，开完一技能后独条被定身没有关系，二技能释放脱手后更没有关系，实测中完全不会受到定身攻击的影响，只要能瞄准就必中的特性超级好用啊！那这边展示二段攻击前被王剑电到的情况，只会进入僵直的状态，但是武器的释放能力还是保留的。还有一个更强的，优则抓人能断大招跟武器，但是从云的二式被抓到后下来还是可以正常释放，不过打不到背板是蛮难受的啦。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开武器的瞬间会有一个极短暂的无敌帧，在从云的身上，无敌帧可以触发2次，第二段按下去的瞬间也有无敌帧，因此可以用那个瞬间来卡掉伤害，用优子来展示特别的明显。而从云的弱点就是打背板的能力，只有第一段能打中部分的攻击，因此要特别注意，不要在背板开武器啊。再来面对过动王时的表现，第一段攻击比较不好命中疯狂移动中的 BOSS， 不过第二段只要打中一下，因为是强控制，可以直接定住，然后打满后续的伤害。而跑图中释放的手感同样超群，从云是继双生后第二把释放时完全不会影响跑图流畅度的武器，不会让画面有顿点，手感十分流畅。那最后是连开与叠开能力，3v3中常常会需要魔刀或刀客下主副武器同时使用。这边主播用代价镜像图模拟需要连续开主武器与副武器的情况。这边主武器好了之后，第一段然后魔刀，第二段直接再开下一发，然后魔刀，只要放出第一段魔刀就不会影响。副武器跟主武器也是互相独立，妥妥的忍者永动机啊！最后是不可消除的 BOSS， 算是从云的弱项之一。不论是第一段攻击还是第二段，都无法消除不可消弹幕，所以在面对这种 BOSS 时，躲板能力还是需要多加训练。最后来到主播的抽取建议环节啦！从云之双语整体的体验下来，手感特好，使用起来特别的轻盈，而且释放时间最短只需要 2.4 秒，在众多 T0 武器中属于最快的一把，可以修正弹道又释放脱手的特性，让使用上的难度又更低了一些。唯一的缺点就是保命略差，但是搭配水鹤众多控制与生存技能，这一点点小缺陷就不值得一提。永动机下甚至可以半分钟不用躲板。再看到系数，上一个最常被使用的水系武器就是龙毫笔了，推出至今已经快2年，系数在当前版本早就不是很够用了。这时候只要一把一阶从云就能够平替满阶的龙毫笔，所以推荐不论是落青玩家又或者是水鹤玩家，至少需要一把一阶突破的从云，可以的话就抽到2阶。至于强度档玩家就不用说了，起手一把5阶，有富裕的话双手从云也都是值得的。2把从云在机制上更能跟水鹤做搭配，也是可以思考的抽取选择。以上就是关于水鹤专武的测试影片，还没看过主播水鹤测试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点击连结去观看，那就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